麒麟软件即时通话测试第1次，我们准备先行发布，并且重新加入导入功能。麒麟软件即时通话测试第1次，我们准备先行发布，并且重新加入导入功能。哼，安静，兄弟，这回心里踏实了吧？啊？哎，卫东，这次说什么也得再换辆车了。这次肯定换。不准退出，这是结论。我们只是加了一个语音功能而已。从丰富性上来看，比不上密聊，更别提魔晶了。我们真的打算就这么推出吗，Tony，我们呢先跟别的软件同时并存一段时间，然后呢还有很多新的功能，咱们慢慢健全。新的功能说的好听叫与时俱进，说的不好听是山寨，是抄袭，是贼。怎么就成贼了呢，托尼？啊，这话怎么说的这么难听呢？你敢保证他魔晶没有抄袭过咱们麒麟软件吗？你敢保证他没抄袭过新浪微博吗？咱们这个行业不就是这样吗？大家都是靠这么一代一代的互相演变出来的，都在抄，就看谁抄得好。怎么到咱们这儿就成了贼呢？我不同意推出，是因为它没有绝对的竞争力。我们现在如果要做一款软件，我希望第2天世界真正安静，我不要跟任何人并存。托尼，你的想法太理想化了。我本来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你们也是。你们还记得我们在深圳的时候，连空调都没有，每天光着膀子写程序，1分钱都挣不着。那个时候我们有理想，也够坚持，为什么现在要妥协？那是2回事儿。这是一回事儿。哎，花儿，Tony，我觉得你真的不够冷静。我很冷静，我觉得是你们不够冷静。我们不能老盯着这2亿用户，他们迟早有一天会变成僵尸的。如果我们继续这么自大的话，互联网不是养老的地方。我们就是麒麟软件的灵魂。光，你是最好的工程师，你知道我说的是对的。你是 CEO， 你说对就对，你说不对就不对。你跟我置什么气？我们随便加一个功能，然后自大的以为我们会赢，这是对的吗？我们当时做麒麟软件的时候，就希望他是个天才，希望他独一无二。那么我问你，人的一生能够有几次独一无二啊？乔布斯一直都又来了，有几个乔布斯？你是吗？你们是吗？我不是。听说你把彭学武教训了一顿，威风啊你！你就是觉得我二位。你知道彭学武刚才跟我说什么吗？他说我跟他最大的区别是，我是做创意的，他是做生意的。我听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我都想抽他，真是无商不奸。那我问你啊，你觉得他说的话是危言耸听呢，还是很有可能是事实？很有可能是事实。那就对了。如果他现在不投那些山寨软件，他就只能做的魔晶被山寨软件包围，然后贬值，甚至被淹没。这一仗你已经打赢了，你已经让整个资本圈开始留意到移动互联网的发展。够了，不要恋战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彭学武刚开始决定要投资龙少雄的时候，我也很生气。我问过他，他的原话：软件就像是一头猪，养肥了一定马上就要杀。话糙理不糙。魔晶现在的市值至少是2亿美金以上，不要坐等机会丧失。
你打电话让我留下来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？怎么了？你不要意气用事啊！魔晶不是我一个人的，魔晶是我跟你共同的孩子，你让我杀了吃肉。郭经年，多提提意见啊！刚开始几天饭做的不好，大家多原谅啊。罗伟，帮把房间调一下吧，我不愿意跟别人住一块儿，怕他们打呼噜。早点睡吧，我估计换哪个房间都差不多。哎，都认识吧？李大工程师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李总，久仰。坐。哎呀，看着不错。小王，给碗米饭。哎，好嘞。我说，你把他弄来研发软件，这得多大一个项目啊！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周末安排点活动，别老待在屋里。我安排他们去钓鱼。上哪玩什么，这都不重要。你还是赶紧把大伙这手机还给我们吧！啊，就是啊，对啊，您要手机干嘛呢？咱不是说好了吗？手机先放在我这儿。要不这样，手机我还给您，钱您也别要了，您回城吧。您瞧您说的，不是？你说你把大伙都请过来了，对不对？你这一天到晚跟防贼似的这么防着，有意思吗？这我还防不住呢。小王，说说。赵公和李公私自发邮件，王总，你把咱们的计划全拍下来发网上了。哎，不是，你们这是真监视我们呢啊？知道什么叫尊重个人隐私权吗？您把我的计划拍下来发到网上，您图什么呢？哎，我也发现了啊，别人给我发的邮件都是已读的。老小毛，你们这是拿特务手段对待我们呢？像话吗？哎，我真得找个朋友看看，我这眼是不是瞎了？这样啊，咱们平心而论，就说咱们研发的这个软件，你觉得有人投吗？我呀，我投的。没事儿，大家都把意见说出来，挺好的。就只有一点，别在吃饭的时候讨论专业问题，容易消化不良。大家先吃吧，开动啊！吃完了以后呢，咱们去边上溜达溜达，收收神儿，聊聊天。咱们时间多的是，吃吧。哎，这鱼头泡饼确实好吃，啊。稍等，二位。郭青年，第6频道创业联盟的主持人要采访你。我求你了，能不能别采访了？我都几天没干正事了。下回里最后一次。卢卡呢？卢卡陪泱泱买婚纱去了吧？怎么了？真是没人干活了。温迪找你谈了吗？谈什么？没事，可以采访了。好，郭总您好。你好。稍等。郭总，采访一下您，您给我们讲一讲，在您的魔晶好友中排名第1位的是谁？卢卡。好的，那您给我们谈一谈，您在第一次产生魔晶这个创意的时候，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？哎，来，歇会儿吧，歇会儿吧，找地儿歇会儿啊，找地儿歇会儿。别嘚瑟，一会儿掉下去了。哎，歇会儿吧啊。
够累的啊！累死了。不行，我也不行了。大家对于接下来的工作有什么样的想法？大家都说说看吧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还行吧，继续加油。你呢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王工，要是罗威的做法让你有觉得不舒服的地方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啊，我们私下里边也研究探讨过这个软件，乍一看吧，真是野心勃勃，包罗万象的，电子商务、社交平台、车票、机票、语音传输、图像和音乐的传输等等等等。我还真想不到这个软件里边还有什么没有的。但是啊，每一项功能都有单项专业的软件，你这个大杂烩啊，注定要失败的。哎，我打个比方吧，语音传输有魔晶，社交这块有麒麟和微博。好，咱们就说理财，你说哪个银行没有自己的 APP 呢？还有新闻和天气预报。我们组建这个团队研发这个软件，我们的人数差得太多了。我就跟您这么说，这个项目就是交给乔布斯，最少也要3到4年的时间。啊，当然了，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，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。没事儿，大家各抒己见，互相交流嘛。那我也分享一个小故事吧。从前有个小孩子要学习写诗，他就把前人的诗都拿过来，都看了一遍。看完之后，他得出一个结论：前人已经把诗给写尽了，他没有诗好写了。您是想说，软件也跟诗一样吗？我是说啊，我看不到创造这个新软件的合理性。评判一个软件合理与否，好像还是应该交给市场吧。我只想说，我没有看到你我有评判这个软件的资格。当然，我当然没这个资格。你们是老板，你们说了算。很多事情，很多人的作为，只有时间才可以验证。我们是做软件的，大家都知道，做得好的软件，在排行榜上顶多也就停留一段时间，然后也就下去了。那些做得不好的垃圾软件就更不要提了。那么，我们做软件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也许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软件，会像大家所说的，它一文不值，它是会失败的。但是也有可能它会成功。这个软件会不会符合未来社会的需求？我跟各位一样不晓得。在没有做出来之前，谁也不知道答案。但是我有什么？我有信心，我充满热情，我愿意接受这个挑战，因为我相信，综合性服务软件的时代就要来临了。如果我们今天不做，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成功的机会。这是一趟传奇的历程，我恳请各位，给我一个机会。跟我一块参与，好吗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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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小姐，我觉得这件婚纱裙挺合适的。行，一会儿试试。好。哎，我说你们俩别嘀咕了，别聊工作了，行不行啊？老大，我在你这儿连婚假都请不出来了，是吧？不是啊，我们俩就是闲聊。你试你的，看我穿这好看吗？好看啊，好看啊！就我们俩就说这事儿，好看。我也觉得挺好看的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咱们俩婚礼的时候，人家记者都跟我说好了，到时候是要来直播的，标题就叫《创业者的婚礼》。还不嫌烦呀？这天天都是采访。都采访2个星期了，不腻呀？咱们以后公司别做业务了吧？咱们就专业接待采访，怎么样？
语音识别，赶紧做出来。洛菲斯投了密令，这是逼着我们把股份都让出来。如果这次升级我们做不好，老家就被炒了。好。你听懂我跟你说什么了吗？听懂了。你怎么了？跟丢了魂似的。不就是个结婚吗？谁没结过婚呢？正事是什么，你得知道。温迪跟你谈过了吗？他找我谈什么？卢卡，让我穿这个好看还是这个好看呀？啊，都好看，都好看。你看了吗？你就说都好看，你过来帮我挑挑呀！哎，这个好看还是这个？这卡是我私人的，牛顿的账号密码，一会儿我发你手机里。去找人，我觉得人不够，高手也不够，得考虑钱的问题。15万现金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还有 U 盘里头是合同模板，给所有工作人员统一签制式合同，将来会有律师事务所负责相关的事情。律师事务所的联系方式也在里头。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儿吗？没有了。情绪不高啊？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的目标过于远大了？应该再远大一点。总之，你认准目标了，就勇往直前，不要怀疑自己。哎，何小芒真的用黑客软件监视所有人？给他加工资。过新年我得批评你几句了。你现在还有功夫陪卢卡洋洋试婚纱？你好不容易来趟公司，来了你也不进去，你躲这儿干嘛？摆造型呢？你知道楼底下多少记者等着问你问题吗？我们又都回答不了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这叫。这几天我一直在想，咱们要不把公司关了得了吧？弄成什么了？天天开记者招待会，不开发软件了，不做业务了，照这么下去，一个破密聊的能给咱们打得落花流水。你别危言耸听，你呀，你一天好日子过不了，你这不是居安思危，这叫惊弓之鸟。我上来就是问问你，你对魔晶的未来到底有什么看法？什么看法？温迪还没跟你谈吗？谈什么呀？不是，我就不明白了，哎，怎么每个人都问我温迪有没有跟我谈？温迪有没有跟我谈？谈什么呀？出什么事儿了？那还是让温迪先跟你谈吧。不过我告诉你，他的观点代表我们所有人的意见。我现在就去找他。
真没想到，我们还能在这吃顿饭。自从你走了以后，我就从这儿搬回我原来的小屋去了。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，觉得还挺害怕的。尝尝吧，看是不是以前的味道。咱们说正事儿吧。先别着急，你跟纳兰的事情，我已经接受了。故事本来就应该这样。我上大学的时候看过一个老电影《毕业生》。达斯汀·霍夫曼演的。当剧中的男主人公要违心的娶一个自己不爱女人的时候，女主角一脚踹开教堂的大门，拉着他逃走了。所有人都在欢呼，多勇敢，多浪漫。只有我看哭了。我哭是因为同情那个被抛弃的新娘，她没有做错什么，只是因为那个男人不爱她，就成了女二号。导演残酷的，连一个镜头都没有留给她。只不过那个时候我不知道，我哭的是我自己。好了，情也输了，咱们聊正事儿。说正事前，我先表个态。我们俩莫名其妙的好上了，又莫名其妙的分开了。我想告诉你，我确实很爱钱，但我不想让人瞧不起。所以今天，我把房产证和股权转让合同都带来了，我还给你。我说过，这是我送给你的，我不会要的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要不要？你现在拿回去，我不会有任何意见。如果你不拿，到时候别怪我认钱不认人。我给过你机会。说完了吧？我可以说正事了吧？高迪、徐佳莹，每一个人都跟我说你要找我谈谈。我今天来就是想知道，你到底要找我谈什么？好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是魔晶市值的最高峰，是收获的季节，是该离场的时候了。洛菲斯肯定马上要套利，这个时候你应该马上召开股东大会，确认股份的出让比例。原则上应该全出，但是如果你想留一点也可以，不要错过最佳时机。这是你们共同的决定。是，我找高迪、徐佳莹、杨都谈过了，大家都同意。你都找他们谈过了，是你煽动的吧？你知道咱们俩为什么会分开吗？你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叫做信任吗？咱们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。
些年你不能太自私了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跟你一样疯狂的，你就是一个神经病。杨阳洋想结婚，想买房子，他有错吗？高迪跟徐佳莹本来就是天使投资人，本来就想挣钱。大家围着你，是因为你有前途，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。你呢？你把大家当成牺牲品，去完成你自己的梦想。梦想？你还配谈梦想？要谈找李奔腾来谈，找彭学武来谈。什么就到了收获的季节了？从一开始我就把魔晶当做我自己的孩子。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刚刚没人起诉我，过了2天好日子，你就煽动的大家要离场。好啊，走啊，都走！我告诉你，我一个人也能完成了。你这就是背着我搞政变，赤裸裸的背叛。怪不得最近都找不到你，原来彭总把办公室搬到咖啡厅来了。李总来了，我这可是蓬荜生辉啊！哎呀，最近真是太忙了，办公室里一点清闲都没有。来点什么？美式。一杯美式。你背着我见过赵欢、叶志光他们了？你这话说的，什么叫背着？是他们来找的我。收购魔晶的事都谈妥了吧？赵欢明确地告诉我，他们4个人的意见已经统一了，而且接着说。他告诉我，他们4个人的股份加起来比你多，他们说了算。你们这是毛主席的作息时间呀？啊，没日没夜。哎，卢卡呢？停车呢。来，我在这儿。哎呀，怎么越来越早了？啊，这是要联合采访啊！我可以回答几个问题啊。你歇菜吧你。大家早。早。是我临时决定召开这个股东会的。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，我很认真地回想了咱们一路走过来的点点滴滴。我刚从西藏回来，我们在杨阳洋工作的小仓库里，决定要做魔晶这事儿，做一款语音软件。如果我们把这款软件研发出来了，它将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语音软件，它将是世界未来的潮流。它是智慧和情感的结晶，所以我想叫它魔晶。然后我们在外头撸串的时候，想出了那个鬼点子。我妈为我结婚准备了50万，我想的是可以先把这钱拿出来用用，比如说20万、30万这样的，就当成我进这个公司的股份。所以我决定结婚了。杨阳洋假结婚，骗了他妈的30万。哎，你别骂人啊，这不是成真的了吗？在高模咖啡，我是喝一口咖啡往回吐一口，然后认识了徐佳莹。那这一上午你左一口右一口，这咖啡也不见下去，你到底有什么绝招？
后来高迪、徐佳莹成了我的天使投资人。紧接着，我们被车撞了，我们搬到了那个废弃的剧场。终于，我们拿到了洛菲斯的投资。接下来，金城来搞我们，运营商来起诉我们，总之是一路风风雨雨，大家跟着我也没过几天好日子。所以我这个领头人，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挺愧疚的。忆苦思甜大会啊！但是我们一直在向前。我把大家叫过来，就是想告诉大家，相信我。只要我们把网络电话语音识别做出来，这将会是惊天动地的革新，而且我一定会赢，我们一定会战胜任何对手。我要求大家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更正你一点，以往我们遇到这些挫折，并不是我们不害怕、不恐惧，只是因为你充满勇气，运气又好，而且每次都能赢。我真心实意的佩服你。但是这次不一样，资本时代到来了。彭学武，你打乱了我的计划。你也得让我知道你的计划是什么呀？奔腾兄，可以了。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扛着没有出合同啊！你得了吧，你扛的不是因为我，你早就听到风声，你知道魔晶会赢，你故意拖着。那李总，你今天来是为什么？秋后算账，还是另有高见？我是来催你出合同的。我没听明白。我想通了。我现在跟我那4位兄弟意见一致，我要收购洛佩斯手中所有的魔晶股份。你开口吧，我不还价。密聊出来，靠广告、网络推广很快就会取代我们。接下来，他的小龙手机又会出现。概念一旦完成，圈钱上市，他肯定赢。因为龙少雄要做的不是最好最棒的软件，他强调的是速度。你开发的这些功能，千辛万苦做出来，很快就会被他山寨。你可能成为一个开拓者，但是你不会变成一个有钱人。也许你觉得钱不重要，但是钱对我来说，不，对我们大家来说，钱很重要。所以照你的意思，在资本时代不用做好东西了，反正是劣币驱逐良币，是吗？我没这个意思。资本时代，创业者是资本家的实验室，最终凝结成精华的，要靠大资本、大财力。乔布斯一个 iPad 开发整整4年，几乎集中了全美最好的软件工程师，这得花多少钱？你别忘了，那是苹果，我们做得到吗？郭新年，你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创业者，
我不否认。但你不是一个好的守夜者。郭新年，你到底想要什么呀？魔晶现在市值超过2亿美金，是你带着大家辛苦奋战得来的。你要钱，2亿美金不够吗？要名，你现在已经是互联网家喻户晓的英雄了，这名利都有了，你还要什么？人都有生老病死，哦，魔晶就长生不老了，你维护点好不好？别跟我说什么唯物唯心的。要当投降派，你们直说。我一直以为我们是一类人，是有梦想的人。看来我眼瞎了。既然说到梦想，好，现在我们就来个真心话大冒险，谁也不许说谎，都说说自己的梦想是什么。我先来。我的梦想是当个有钱人，我要周游全世界，喜欢哪儿就在哪儿住上一段时间。要是身体允许的话，我最大的梦想是要登上珠穆朗玛峰。我的梦想是跟爱我的人在一起，有足够的钱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过我们想过的日子。我的梦想吧，分短期和长期。短期的梦想嘛，就是买一套学区房；长期的梦想，以后陆克不许跟我离婚，我们的孩子要去常青藤大学上学，然后父母身体健康，一辈子不缺钱花。我能发言了吗？我的梦想其实是当一个大侠。别闹，你好好说。哦，其实我最大的梦想是当一个战斗机的飞行员。您俩眼都1600了，那飞机都能让你给飞沟里去。你别说话了，下一个。我是学中文的，专业能力有限，我最大的梦想是和有能力的人，就像郭新年，一起做有创造力的事儿，就像魔晶，又有成就感，又能挣钱。我听出来了，你们所有人的梦想都跟钱分不开。不是，这有什么不好的呢？我们把手里的股份卖给麒麟，我们挣了钱，魔晶又有这么好、这么大的企业做后台，你还能继续搞研发，这何乐而不为啊？别打了！干嘛呢？打我女朋友照片呢？谁都看你女朋友照片了？谁让你和女朋友联系了？你还要离了你？说话就让我都那啥！你打死我，不然我还那啥！打死你！你打死我！打死你！你打死我呀！打死你！啊！哎！打死你！啊！郭新年，该你了，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
超越李奔腾，我要做乔布斯。平凡又普通，美与众不同，别人眼中的我，谁不想成功，梦醒成英雄，在你眼中我不同。今生只有你看好我，只有你相信我有梦，有你带给我的星空，从未想过离开过。爱带你我走很久，幸好你在